五行讲完，我们接着讲干支。干支就是天干地支。我们先讲十天干，干支是十天干与12地支的统称。十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，不是壬癸，很多人会念错。12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十天干12地支。先来看一下这十天干12地支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甲，甲是什么意思啊？草木在田下，是不是草木在田下？甲就是草木在田下，未破土也。甲就是万物的开始，就是甲。草木在田下，未破土也，还没有破土而出，底下是根，还没有从田上生出来。然后乙呢，就是弯弯曲曲的，刃牙粗粗，状弯曲也。很嫩芽的时候，粗的时候，它肯定是弯的，因为它还没有长成那种很强大的那种状态，所以状弯曲就是乙。丙就是丙，这个丙就是显著的意思，光辉彪炳啊，丙也，绿意盎然显著也。就是到丙的时候，草木有一点绿意，已经很清晰的、很显著了。然后丁就是渐长而其干状，长出来，然后枝干开始转了，如人成丁也，就跟人成丁一样的，到了少年17、18岁的那个时候。这个戊是茂也，枝叶已然茂盛也。戊己，己是什么？己是起也，己是起来，拔地而起，直向云天也，就是草木开始长到很高的这种地步了。根是根也，立秋之萧瑟而疏落也，就秋天的时候，它就开始疏落了，开始剥落了很多东西，这就是根。根就到了秋天了，这边就从春天到夏天，然后到秋天了。然后辛就是苦也，耐冬之严寒以迎春也，就是一个季节结束了，然后壬就又开始新的一季了。这个壬是什么呢？壬是壬申的那个壬，壬也若壬申而运新芽也啊，它不是说到了冬天这个耐冬之严寒以迎春，它有迎春，一个冬天过去，它还有一个春天。草木它不是一个冬天就结束了，接下来还有壬也若壬申而运新芽也。癸也是新绿满枝头，点点可以癸度也。癸就是清点的意思。台湾就有癸阁，行政院院首叫癸阁，点点可以癸度也，就是又开始新的一轮生长，这就是十天干。所以十天干也好，12地支也好，古人都是根据草木的生长来给他们起名字，因为古人满眼都是草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的草木看到的不是太多，古人是不是满眼都是草木呢？地支也是这样，地支子也，子就是这个滋生的滋也，草木始滋生也，也是草木刚刚开始长出来。丑是牛也，牛跟那个乙有点意思一样的啊，牛也，扭弯弯而出也，这是草木生长的初期。寅是眼也，渐眼而变大也，渐渐的开始变大。然后呢，卯是卯也是卯也，繁茂也。辰是正也，动也，拔节上长，若有生也。这个大家好好去理解。辰啊，辰在这里是冬天的那个虫子，冬天那个虫子过了冬天，春天来了，到了3月雷动的时候，它开始复苏，虫子开始复苏，有震动的这种意思。动也，拔节上长，若有生也，木头开始款长的那个时候。然后呢，巳应该是乙也，这个不是巳乙也，上长之势已尽也。巳就是到了尽头了。巳在什么位置啊？子在这里，午在这里，子丑寅卯辰巳，是吧？12地支是这么分布的，子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半夜12点，然后这个是正午12点，这半天就是这样，就是从夜里面到正午了，就是极阴到了极阳，午到这里就是极阳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实际上已经它上涨了，继续再望向的势头已经没有了。到这个巳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。巳就是上涨之势已尽也。午的时候就略中则仄的时候，午的时候就开始偏西了，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掉了。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旺盛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午是什么呢？午是午也，午就是忤逆的午嘛。午是午也，阳极阴生，两相午也，这个是阳极阴生，两相午也。大家看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午的时候它阳极，然后阴开始生；阳极的时候一定是阴生的时候，阴极的时候一定是
阳生的时候。你看子的时候，我们是复卦，复卦的时候是一阳生，复卦就子的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它是一阳生，在这个地方是一阴生，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，一阴生，就是极阳的时候一定生阴，极阴的时候一定生阳。未，五味的味是昧也，昧就是看不见，也可以是这个昧，昧也暗也，阴胜阳也，就是阴比阳更胜。就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阴就超过阳了，阴就比阳更胜了，就是昧的。生是数也，收缩其体也，到了生的时候就开始收缩了，秋天就来了。然后酉是老也，成熟也，酉就是老了，就成熟了。戌是灭也，衰极而终也，戌就开始终了。亥是什么？合也，藏之于地，心之所生也。心之所生实际上是新芽子所生，就是新的嫩芽是从地里面的核长出来的，就是经过了成长一轮，然后又开始一个新生。无论是天干还是地支，都是这么一种思路，就是植物从草木生长到了极盛，然后又是一轮新的开始，这就是天干地支的本意。